今天来做一台烂尾了很久的答辩，极上模型出品的144比例的元祖高达。这个模型的开模的精度在当年来说也只是跟高高不相上下，但是除了外观参考了小松原博之改造的 MG 卡板元祖外，全部都是厂家自己开模设计的。对比现在的 KO 厂家直接翻模，极上还是挺有信仰的。只是这个说明书就很有看魔魂志的既视感。组合度方面也是排在一众 KO 的末端，基本上每个装位都要削装或者扩孔，不过关节的紧实度还好，没有出现松垮的情况。这套模型提供了一个完整的骨架，因此当年不少朋友都拿这个模型和 RG 对标。虽然没有内构的细节刻画，但是从可动方面去看，厂家真的有用心去设计这套骨架。基本上每个关节都能做出很大幅度的摆动，大腿和膝盖还有一定的机械联动设计，除了肩膀没有向外延伸关节外，可动跟现在的模型对比一点也不差。外观方面是完全照搬模型师小松原博之当年在杂志上发表的 MG 卡板元祖的改造范例，只是开模精度不够，胸部的浮雕细节有点糊，其他的刻线细节也是非常肉。武器方面，一把左右合的光束步枪，一把没有分色的火箭炮，一个没有十字星标志的盾牌，还有4个光束剑柄，这比 RG 2.0 良心多了，以及一个纯白色光束武器的特效剑。火箭炮也能通过替换件搭载在后裙甲上。套上外甲之后，可动范围会有非常大的限制，这也是这款模型最大的败笔之一，让人感觉骨架和外甲不是同厂家做的，基本上每个关节都有不同程度的阻挡。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腿部的机械联动是有实际效果的。从外观上来看，不说和细节溢出的 RG 2.0 对比了，和10年发售的 RG 1.0 对比下就知道，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面。抛开被限制功能的骨架，不管是可动还是细节，都比不上 HG 的 GTO 元祖。所以这款模型的唯一卖点只能说弥补了卡板元祖没有144比例这个缺陷。既然是答辩模型，拿来首涂就最合适不过了。涂装前先做点简单处理，像一些不严重的缩胶就用顺干胶来填补，特点是比较方便，一些需要渗线来凸显立体感的地方进行落差刻线。可能有些小伙伴不知道刻线刀的型号怎么选，个人认为刚开始入门买 0.15 和 0.3 的就足够用了。我最近买了斯特利的刻线刀，个人对这家厂商特别有好感，毕竟这家厂家本身就是做各种工具出身的，对比其他贴牌工具来说应该更有技术沉淀在里面。我也不是什么万粉的带货 UP 主，具体使用效果如何大家就看视频去定夺。所有的落差刻线和刻线加深我用的都是 0.15 的刀头，在一些需要做分色的零件上也要做出落差刻线，这样在做遮盖分色的时候能有效防止溢漆，后续加上渗线也更美观。膝盖的散热口细节没有还原，凹陷下去的地方也有点糊，像这些凹陷比较大的地方，我推荐用 UV 滴胶去填补，对比顺干胶不会那么容易出现气泡，干燥速度也比 AB 补土快很多。用365的 UV 灯，在面积不是很大的情况下，1分钟左右就可以进行打磨。在打磨平整过后，就可以用胶板去做细节还原。小腿后方外甲有一个莫名其妙的缺口，这里就先贴上一块胶板做挡板，再用 UV 滴胶去填补。裆部这里的 V 字细节不太好补色，就只能用流道手搓一个了，这里也没有什么技巧，切出合适大小的形状，然后一点一点打磨，最后把原来的细节打磨掉，贴上自己手搓的。虽然做的有点歪，但是比原来的看上去顺眼多了。胸部的浮雕细节本来是这款模型最大的特色，但是厂家做的太糊了，懒得去修复，就直接用 UV 胶填平了。为了防止打磨的时候不小心伤到一些细节，这里我用遮盖带把容易伤到的部位贴住。在打磨一些平面的时候，想得到更好平整度，可以用马克笔去辅助，一边慢慢打磨，一边观察磨掉的地方，磨歪了可以及时修正。胸部的凹槽细节，这里用 0.3 的刻线刀去加深。
前臂正面有一条巨缝，要做无缝的话就要修改骨架，还好里面的结构比较简单，修改的方法跟 GTO 的扎骨手臂类似，只需要在连接处切出一个类似 C 扣的结构，做好无缝后用顺干胶粘死，也不会影响可动。肩膀零件的锯缝就比较复杂了，因为结构问题不能做磁吸式，这里我先用凡士林把其中一面的接触面涂一遍，再用 UV 滴胶填平，这样打磨好后就能分离。最后把头部的零件做好无缝，清洗一片后，给它上个灰补土就可以准备涂装了。配色方面，这次我打算涂成大河原邦男的真实配色，涂装的方法主要还是海绵大法。这种方法对于没有喷涂条件的朋友真的非常友好，对漆本身的流平性要求也不高，基本市面上的水性漆都可以用，对手的要求也不高，一直轻拍就可以。但有几点要注意，海绵记得先洗干净灰尘，保持微微湿润。如果你用的漆干燥速度很快的话，可以适量加入一点缓干剂，尽量同一个部位不要涂太多次数，保持漆面平均，不要想着一次就能涂好。第一遍漆面通常都很难看，多涂几遍就好。每次涂装的间隔最少要半个小时以上，保证漆面干燥后再去涂下一层。如果要说缺点就是有点废漆，另外也不太适合自己去调配颜色。我一般手涂一个模型最少要2天，如果要调配颜色可以买一些外卖的酱油盒子来装调配好的漆，适量加一点稀释液或者缓干剂，气温不是太高的情况下，一般能保持个2-3天。在涂装白色零件的时候，尽量选一些遮盖力好一点的漆。我个人使用下来 AV 的白色漆涂装3-4遍后就能有很好的覆盖效果，其他的一些牌子通常要5-6遍以上。一些拐角比较多或者比较细小的零件，我还是建议大家用笔涂的方式。用海绵的话，拐弯的缝隙不太好涂装，细小的零件也容易漆面过厚。其实用笔涂容易出笔，很大多数都是因为漆面太厚所导致的。笔涂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画笔的漆量，要尽可能的薄涂，而且不要想着1-2层就可以达到想要的效果，薄涂多层一直都是老生常谈的话了。尤其在涂装一些遮盖力不太好的颜色的时候，通常要7-8层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一旦涂厚了，哪怕不出现笔痕，漆面也会变得非常难看。通常我们买到的水性漆干透后都是自带消光面的，对于后期渗线的时候，渗线液的流动就会不太好，水贴的附着力也会有所下降。我还是建议拿到户外用喷罐喷上一层光油来保护漆面后再去做渗线和贴水贴会比较好。可以把模型先组装起来再去喷保护漆会比较方便。小比例的模型我一般会分开四肢和身体去喷，关节的地方会在漆面干燥后再补喷一次，这样喷一次保护漆也不用5分钟。相对于手涂保护漆，我觉得用喷罐来上保护漆效率会快很多。最后就是给模型来点干扫就化了，具体的详细操作可以去参考我之前的视频，这里就不重复叙述了。因为喷了保护漆，所以在做干扫就化的时候大家可以大胆一点，感觉做过了可以用棉签蘸水擦掉。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视频制作不易，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投币支持一下。我是 Moss， 我们下期再见。